嗨，大家！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歌《因你的爱》，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我这首歌是2014年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们教会牧主先锋教会还有礼拜六晚上的青虫，然后我们是除了礼拜天的主日以外，我们有礼拜六晚上的那个聚会，所以有一次呢，我去参加青虫，然后江牧师就讲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然后我就很有感动。然后那天晚上江牧师就来找我，他说 Melody， 我明天早上啊，在主日我要讲同样的道，但是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你写一首歌，让我们明天在主日的敬拜还有会后追求的时候可以唱，回应这个道。所以呢，我礼拜六晚上我就领受了这样子的挑战 right？ 可能已经9点半晚上了，所以我就回到家，我赶快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写一首歌，就是要写跟今天晚上的道还有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主题有关的一首诗歌，所以我们就一起写了因你的爱。那爸爸有帮忙写一些歌词，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生出来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故事向我们彰显 耶稣他就是拣选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虽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那时候是不接触的，那时候其实是有种族的歧视在当地，但是耶稣却是拣选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撒玛利亚妇人她当时是带着很大的羞耻感，因为他是在中午的时候去取水 right？ 平常的人是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去井旁去取水，所以因为不会那么热。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女人她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她一个人去取水，也就是她带着那种的羞耻感，不能去见人。但是耶稣他知道，他却在等待她，他也知道这个女人她过去羞耻的背景，她说 You're right, you have had 5 husbands and the man you're with is not your husband, right? 所以耶稣也把她的过去说出来，但是他却是还是这样子的接纳她。所以女人也感受到耶稣的这种爱和接纳，然后耶稣也说以后犹太人撒玛利亚人都可以敬拜神。 It doesn't matter 你是在什么的山上，或者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It doesn't matter， 以后的人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所以耶稣他做的就是 break boundaries, right？ 耶稣把所有的这些那时候的 traditional, cultural, religious boundaries 把它打破，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然后他也是对这个女人彰显他自己是弥赛亚。那时候之前耶稣都还没有真的去跟任何人表明说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的事工才刚开始，才在启动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在他眼中是这么的重要， actually 在耶稣的事工里面是一个 milestone, right？ 因为他向他表明他是弥赛亚。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我们觉得很羞耻的东西，就像因你的爱的主歌一样，我曾经活在羞耻捆绑中，无法面对接受自己的软弱。我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这个主歌就是代表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她之前的那种羞耻感 right？ 她是不敢面对任何人，她是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去取水， she's trying to avoid the crowds。 但是到了 pre-chorus， 现在我认识了她怜悯的爱，完全的拥抱，一股喜乐泉源从我内心不断地喷涌出来。我就想到在 The Chosen 的 video series 里面，那个最后的 scene， 那个妇人她脸上的那种喜乐哈，终于被接纳，终于被看见的那种喜乐，然后她遇到弥赛亚的那种喜乐呀。所以因你的爱的副歌就是非常的快乐，就是一个赞美。我要大声，我要欢呼，因你的爱我抬起头来，不再有羞耻。因你的爱
爱我喜乐跳舞，也就是代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之后嘛，她就到了她的town 里面去跟所有的人讲 ，This man told m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done. Could he be the Christ？ 这样 ，So she became an evangelist， 她就成为圣经里面第一个传福音者 ，right？ 就告诉了她所有村庄的人。所以我觉得，yeah， 这首歌就是 inspired by the Samaritan woman， 然后希望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启示，感受到神的爱，它是挪去我们所有的羞耻。我们虽然过去可能会有一些羞耻的事情，有一些不想见人的事情，但是神他没有要我们隐藏，他却是要我们因为我们的过去成为我们荣耀的见证。所以祝福大家，谢谢你们观看，拜拜。活过来